这还有遛狗的啊。各位，2026年7月13号下午3点40分，就像我跟大家约定的一样，这个视频啊，我们交流一下，就是我拿房产证，来这个行政中心这边办理我这个水电燃气的一个过户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哦。你进到营业大厅里面，反正他们有那种穿马甲的衣服，就非常热情的问你也需要帮忙吗？啊，我说我这个来办理一下水电燃气的交接啊。他左拐进去，进到大厅，我抬头一看呢，就是水电一个窗口，也2个窗口，有一个备用的窗口，燃气有一个窗口，还有一个网络电视也有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通管局还是通信办、通管办还是怎么着的，我不知道他干嘛的。另外一个就是电费的2个窗口，他需要什么呢？第一个房产证，然后这有一个小细节、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我先办的是水，啊，我带着前房东的这个水卡，还有电卡，还有燃气卡嘛。他需要水卡，还有这个我的身份证以及房产证。他拿去复印嘛，拿到复印机上复印。他说这房子你买到了啊？我说对。我说是，这个房子是有短视频做啊，有很多人抢啊，怎么？他说你怎么买到了呢？我说我就把之前的故事跟他复述了一遍。我说跟房东阿姨聊得好吧，房东阿姨找的另外一个中介有点被坑了，或者房东不太舒服怎么着的。然后旁边一小姑娘他们也都听着啊。他说是这样吗？对，我跟他复述了几分钟吧。啊，是。他说你这买的很划算，很多人抢。我说是，当时我都不抱希望了，因为前几个当天看的时候，前面不是还有3个女的吗？我说第一个有贷款没办成的，第2个有挑人家房子毛病的，还有说要住人家房东家里面直接要住进去的。哎呦，这个体制内的，他不是体制内啊，反正窗口的这种小姑娘嘛，她说这个10万块房子还要去还价，还要挑人家的毛病吗？啊，我说对呀，这没必要。他说是，这些，他们也是，就是反正有些听着吧，啊，算一小插曲。我靠，各位，就像我前几天讲的啊，这行政中心啊，买那些2楼是办那个我这房产证的，1楼办水电燃气什么的，他们知道真实的数据，甚至他们可能没事刷这种卖房的视频，你最终的交易啊，拿着房产证最终还是在这里，所以他们有真实的数据，甚至房子卖给谁，他们都是比较清楚的啊。我一来他们就知道。我说我本来都不想买了，我想着有人买就算了，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道跟房东聊得挺来的，他就愿意卖给我啊。这一题外话吧，算跟大家交流一下。然后签这种备用的一张纸，他会画个勾，让你在上面填你身份证号啊，你的住址啊，右下角填个日期啊，签个字啊，签上你的姓名之类的。他会把老的水卡，我们先讲水费啊，水卡回收过去，直接就打印一个新的水卡给你，带个皮儿的包给你一个新的水卡。然后我就来到这个第2个窗口办这个电费啊，电费也很简单，他也是要你这个房产证，还有你的身份证，然后我老的这个房东那个阿姨的电卡也给他。这个电卡的话，他也是，因为上个月啊，房东不是这个阿姨，她有些电费没有结吗？昨天中介也说这个没结的电费让这个阿姨补差价给我，说算了，没多少钱。所以电费有一个插曲，就是说他之前房东的那个卡，那个旧的那个卡号啊，你要给他结清一下，也就10几块钱。他把一个卡号手抄给我，我直接在支付宝付掉了啊，因为有填了新的手机号之类的嘛。各位，我不想说的太啰嗦了，就是很简单，就没有什么东西，就主要是他们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一些东西。这个电卡呀，新的电卡，可以在明天来这里领，就当天领不了，他可能要制作吧，或者到前面啊，那电力路啊，市区里面有个电力路跟新马路交叉那个国家电网的电力局的那个，也可以明天到那边窗口去领，他到时候短信会发给你的。你其实不领那个卡也可以，最好是领一下，你万一到时候你交接给其他人电卡之类的，是吧？你也可以直接支付宝输入那个电号，你就可以缴费了，从下个月或者怎么着也开始。水费的话要结清嘛，因为他2个月一抄的啊，反正如果他这边镇江都这样，7月份刚交的，如果有个差价我自己补上就好了，我就不再赘述了。然后我就办完之后来到这个燃气费啊，
燃气费那个房东之前缴的时候，他跟我啰嗦半天，就是过去1年他这个房子有时候来住的时候，也就做了几顿饭，断断续续就没有用多少立方。我在下面也拍了照片，那个燃气是613的那个燃气读数，之前房东是609。反正一句话，我就是说的简单一点，这个窗口人员会告知你的，就下个月开始就，或者说自打你入住房子之后，给我算609这个度数开始，它也就2块9毛一个立方吧。啊，一小问题就是你可能会补一个前房东的一个差价，大概10几块钱这样子。其实我啰嗦半天就显得啰嗦了。你只要来到这窗口这里啊，他们工作人员比你专业的多，也有专门人接待你。你只要带上房产证，啊，也叫不动产权证。第二个身份证，我本来以为还需要这个增值税的发票呢，不需要，只需要房产证、这不动产权证啊，还有身份证，然后以及前房东的这个水电燃气卡，直接过来办好了，交接很快的，10几20分钟，快的话就给你办了。那个有线电视也有一个窗口啊，就如果你那个房子原先的有线电视你想转接进来，就现在大家很少看电视了吧，所以那个有线电视那个窗口没什么人的啊，就这样子好了，跟大家说一下，就我自己办这个水电燃气的，燃气卡也有新的，他也给我弄了一个新的，在我裤兜里呢。水的卡还有燃气卡当天能拿到，电气卡的话，它可能因为要制作的关系，你可以啊，不来这个窗口也拿也可以。就电费那个卡，像我这种情况，我明天到市区里面，稍微离我近一点，那个电力路去拿就可以了，啊，都是可以的。它相当于那个，银行卡一样的，反正你就是到它营业厅都可以拿的，并不一定要来这里啊，这是一补充嘛，啊，反正算彩蛋一样的。好了，各位您参考一下吧。自此啊，我们买房子的这个流程，其实可以说一级一级的跟大家，分享了，如何买房、交易税费，像我也跟叮嘱了一些这种我觉得比较好的干货啊。最后燃气的交接，不需要房东过来啊，房东水电燃气过来好了，说是不是前房东水电燃气卡，他丢了也没关系。他丢了我估计也没关系，因为你有房产证的嘛，对吧？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是不是交接的很麻烦？而且现在这种行政各方面都已经非常顺畅了，相当于一个废话的一个视频。各位，我也挺意外的，他们都知道这套房子啊，这个办这些行政的流程的这几个小姑娘，他们都听着，都知道这套房子最终卖给谁了，谁会过来交易，他们好像等着我一样的，让我搞的也是有些错愕吧。好了，您参考一下，各位啊，这就是买房之后啊办水电燃气。最后再总结一下啊，只要带上房产证、增值税发票不需要的，然后身份证过来就好了，带上前房东的这个水电燃气。如果前房东啊，我想的啊，我猜的，如果前房东水电燃气卡没有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强行在窗口办的，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工作人员具体怎么操作。就前房东啊不需要过来，那有一小细节就是你要跟前房东沟通一下。你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情况，比如说6月份、5月份，这前房东在这房子住过，他肯定有一个差价的，因为那2个月他用了多少水电燃气，你是要沟通一下的。就正常情况，正常的家庭不会用太多，他有一个大概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的一个差价，那中介也会给你们协调，哎，这个差价你肯定是前房东承担嘛，房子虽然卖了。这个也有一个扯皮的吧，你像我这种大大方方的无所谓，你哪怕100、200、300我承担也无所谓，本身没多少钱，你怕就怕什么？有那种他拖欠了很多的，他又反正房子卖了，房产证在你这里了，他又不好说话，跟你扯皮的这种是需要你们事前去讲好的啊，这是我临时想到的，您参考一下好了。就是说，像我这种是比较顺利的顶级的一种状态吧。那如果你呀是不顺利的这种状态，你千万要跟前房东扯清楚。你看我跟这房东阿姨，我们都是不计较的。像昨天我也在说，没关系，几十块钱我给你承担了好了。实际今天来到窗口啊，也就加上燃气，我估计也就20多块钱啊，我承担了无所谓。你有那种扯皮的啊，肯定有这种人。房子卖了都交易好了，最后怎么着啊？反正房子归你了，水电燃气他虽然用了，他还不承担了。他可能有几百块，或者有欠的这个水费啊，你如果欠了很多，还有违约金，电费他可以停还是怎么着的啊？你们参考一下好了，这还有遛狗的啊。好了，就这样子说完了。这边还有遛狗的。
各位您参考一下好了啊，虽然显得很啰嗦，但是如果能帮助到各位啊，算我提前给大家走一遍流程，您自己到时候从我买房以及那个交易税费这么跟下来，以及我的一些这么最后水电燃气交接，您心里有个数了嘛，对吧？有些老观众跟了这么久，给你一干货吧，干的要命，这台风是不是也过去了？好了，就这样吧，下期节目再见，拜拜。